关于云俄，美国想给中国甩黑锅，这结果却被自己人打了个措手不及，盟友居然替中国撑腰。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反华政客是不断频繁炒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甚至还多次就此事警告中国，如果援俄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另外还有消息传出，美国正在试探盟友的意见，探讨一旦中国决定对俄罗斯提供军援，是否可以统一对中国实施新的制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欢迎搜索一下中俄关系来获取更多的关联资讯。很显然，美国是想在俄乌问题上给中国乱扣帽子，但这从头至尾都是美国的一面之词罢了。那根本就没有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怎样的军援。这反而美国不仅是点燃俄乌冲突最大的幕后黑手，在冲突爆发之后，也是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不断的向乌克兰运送致命性武器，导致冲突是一再升级，以从中坐收渔翁之利。而关于这一点，国际社会那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怎么好意思说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这种话来呢？这样明目张胆的向中方甩黑锅，那真的是够厚颜无耻了啊！那当然了，就算中国方面不出手，美国这个黑锅也甩不到我们身上来，毕竟事实的真相就摆在那儿。而且让美国没想到的是，原本想借机甩个黑锅给中国的结果，却给自己的盟友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就针对美国炒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一事做出了明确的回应，称欧盟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件事是真的，而且欧盟也不会追随美国对华就向俄罗斯军援一事进行制裁。很显然，冯德莱恩这是公开与美国唱反调，也是在变相的替中国撑腰。这由此我们也看得出来，这欧盟的立场已经是非常明确了，那就是在美方炒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一莫须有的问题上，欧盟是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那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曾经做出过和冯德莱恩相似的表态，中国早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不会也不可能对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援助，让战火无休止的蔓延。在我国提出的12点中国方案当中，也明确地写出了这一点，希望推动政治解决分歧的立场。作为世界大国以及与俄乌双方都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伙伴，我们希望能够立足于公平正义立场，为局势转圜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的烧油拱火。现如今连盟友都看不下去美国的做法了，这就说明随着事态的持续发展，美国霸权已经是逐渐失去人心了。美国如果还看不清楚这一点，那继续以各种理由插手各个国家内政，推行霸权主义行为，这未来总有一天世界上的反霸权者必将联合起来，把美国是彻底的拉下神坛。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